男主人公小多25岁，来自福建，学历是高中；女主人公芳芳24岁，来自安徽，她是一名礼仪，学历也是高中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赌是吧？怎么认识的？刚开始认识是因为在聚会上，他唱歌挺好听的，然后特别聊得来，两个人。我对他感觉也挺不错的，我没想到说他主动过来留我的电话，当时挺开心的。你应该很在乎他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因为劝他赌博，你还跳过楼是吗，姑娘？是，我那时候把感情全部给他，他说过不了就别过了，输那么多钱，然后回来也不给我一个解释，就躺在那里睡觉。但是我有给你解释啊，那一天嘛，我做那个电脑雕刻，我就去结账嘛，然后老板那个却跟我说，他说今天没钱，要不然你过段时间过来拿。我大老远的跑一趟，我干嘛？我没拿回钱回去，怎么跟他交代啊？然后我就坐在那里，我就等，我说你不拿钱我就不走。然后老板就几个人合伙说叫我说要不要玩几把，然后他的条件非常的吸引人，他说我那个工钱先放到一边，如果我赢了就他做家具的嘛，他说他家具抵给我，如果我输了没事，他欠了我那个钱，他就是想再推后一点。我当时想这个好处我肯定要占啊，这一点抵抗力都没有的人，我还能要吗？你认为？他在之前也赌博吧？一直赌，他一直就没改过。我有改，我一直都在改啊。你什么时候在改？你这一次竟然把我们订婚的钱都给输掉了，你改什么呀？那就等于说中了老板的圈套之后把钱输了是吧？那次输了多少？就我把我的做生意那个电脑设备全部卖了。大概多少呢？6万。他是做家具雕刻的是吧？是啊，我是电脑雕刻的。电脑雕刻其实挺能挣钱的，等于把自己的生产工具也卖了。对，我当初就看上他能挣钱，我以为他能给我一个未来，但是他染上了赌博，我怎么去相信他呀？我当时真没想那么多，我现在我也知道错了。好，等于那天他输掉了这些东西之后，回家你就跳楼了。没有，不只是因为这样，他跟我说过不了就别过，我感情在他那儿，我没有他我不能活。我知道，可是你也不能那样子，我一回去我就。我还能怎么样呀？我没有了你，我怎么办呀？当时真的可能冲动了一点，说了那一句话。当时说完那句话，我心里已经就后悔了。他真跳楼了？多高啊？2层。没摔伤啊？有，左腿骨折了，然后他把我背到医院去了。我其实挺感动的，那时候他在医院一直在照顾我，什么事儿都做，别人做不到的事儿他都能做到。我就是觉得他挺关心我，挺会关心人，但是我觉得还需要冷静一下，然后让他去北京发展，就远离那些他在福建的时候那些朋友。那些朋友就老找他打牌嘛，我说远离这个环境。然后他就去北京发展，他竟然后来还骗我，他说挣了一点钱，让我去北京找他玩了不到1个星期，然后他就突然消失了，不见了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我一个人来北京的时候，那时候什么都没有，我一个人来北京，我创业，我拿什么创业？我来到个陌生的城市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天天我住地下室，我天天吃泡面，我为了省一点钱。你省钱都是去赌博是吗？我没有拿去赌啊，当时玩的我都。你不是去赌？你不是去赌？你钱去哪里了？你分到那么多年，钱去哪里了？借钱赌博是吧？没有，我在北京不是借钱赌博。那小片里面说到的什么要结婚订婚的钱赌了是怎么回事？但是之后1年多，他说他没有赌了，然后跟我说赚了一点钱，然后我挺开心的。他既然能挣那么多钱，说明他确实没有赌了。然后我就答应他订婚的事情了。回去之后，他知道那些朋友又把我们订婚的15万全部给输掉了。我觉得我这一次真的是没办法原谅他了。订婚那个是真的，我跟你讲一下吧，可能你什么事儿都有理由是吗？什么事儿都有理由是吗？不，那你听我解释好吧。那天我们一起回福建的路上，你也知道啊，在路上遇到那个朋友真的是好久没见，当时就跟我说留个电话，晚上一起出来吃个饭。那我不可能拒绝呀。当天晚上我就跟他出去吃饭了，我就没想到他又叫了一大帮人过来，也是好久没见的朋友，然后就一起喝上了。他们说要不然玩几把，我当时直接就给拒绝，我说我不想玩了。他们一直在说没事啦，没事啦，玩几把。后来
可能真的是酒精作用吧，胆子越变越大。然后我没想到我那么倒霉，就玩了几把，我肯定不甘心哦。就把我们订婚的钱给输掉，你还想结这个婚吗？现在拿我感情当什么呀？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我一听啊，都是围绕着一个话题，在输赢上，不是在赌博本身。如果那天他拿订婚的钱没输那15万，赢了15万，你还跟他订婚吗？不可能，只要赌了，我就没办法原谅他了。好，太好了。我真的一直在改，如果我没有改的话，我当时就把全部的钱全部输光了。你只输了15万，还剩了2万。钱不够是吗？你还觉得你该多输一点是吗？我以前把所有的钱全部，就我会卖机器啊，什么我不顾一切的，什么都，我现在我起码我会顾啊。现在我一点点，我慢慢在成长，我知道赌真的是害人。女孩要分手是吧？是。3年的感情，我不想就这样浪费了。但你为什么这3年你就没把赌戒了呢？为他？我一直在戒，就赌你也知道，就不可能一直就改掉，需要一点一点的去改。我现在是一点一点的去改。你还有理了？我不是说我有理，什么事都有理。本来就是我错的。我今天来到这里，本来就有承认错误的。那你现在做什么呢，姑娘？礼仪。我以前一直没有工作，然后我就挺依赖他的。我现在就找了一份工作，在做礼仪，就是自己能养活自己。我就是说不想他再缠着我了。他就是小心眼，老是拿毒来说。我其他方面我对他非常的好。3更半夜他说要吃芒果，我3更半夜跑到山上去摘芒果给他吃。我觉得说，我如果爱你的话，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做到。对对，我也可以改。以前都是我年少轻狂，真的，我现在真的知道错了。小东啊，你说的这些我都听过，真的。还有比你更极致的，也是说我真的爱你啊，确实爱，能为女方做所有的事情。但是他有一个更爱的，就是牌，只要见了那个牌，那个爱人就不在。我现在不会了。真会了是吗？真不会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的老师来问问你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3种东西特难戒，黄赌毒。最后一个毒品是因为药物的原因，黄和赌，心理的原因。赌这个事儿呢，为什么这么难戒？兄弟，3年戒不了，就是你可以。甚至说，你可以10年不参与赌局，不碰这个。但如果你有一个赌徒的心理，11年的时候有可能再把它摸清。所以我用这种我了解到的情况来解释为什么你能攒17万，又一夜之间输掉15万。我见过一个老赌徒，左手小手指是没有的，戒赌。表决心，咔剁掉，大家都觉得肯定能戒啊，自残啊这种心理，我也相信。不小心看到他右手也缺一个，那是左边切掉之后，若干年之后，自己又断掉了自己的右手。人就10个指头，他会不会再断一个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不敢相信他能戒得掉。我和你女朋友的心态是一样的，她是不敢相信，特别愿意相信，但是不敢。主要是以前可能真的是年龄比较小嘛，跟年龄无关。我刚才说了，我看到那是个老赌。赵昌老师在你上场之前就说，他最不愿意见到和最不愿意劝和的，就是沾这个字儿的，导致纠纷的情侣。我跟他一样。我知道，其实我今天敢站在这里，我有这个勇气站在这里，我敢对着全国人民的面，我戒赌。全国人民没那个义务帮助你获得你女朋友的原谅，或者帮助你戒赌。你自己心里戒不了的话，谁都帮不了。想问一下芳芳，当时你跳楼的时候，你什么动机？我那时候全都是依靠他的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工作，平时回来都是他照顾我。然后突然间他说过不了就别过了，我感觉没有他我就活不下去了，然后想不开，头脑一片空白，然后我就跳下去了。但是我也傻了，我真的傻了，我抱着他往医院拼命的跑。我跟你说，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事情，就是为了惩罚别人而伤害自己。
你觉得你要死了，或者你残废了，最伤心难过的人是谁啊？你想过你爸妈吗？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？所以我觉得伤害自己这种事情，无论是你经历了什么，你为了谁都不值得去做。我不爱他的话，我就不会那样了。你爱他，你就为他去死啊！你这样能帮到他吗？你知道你用伤害自己这种方式去爱他，或者是让他悔悟，永远是不值得同情，也不值得原谅的，是最愚蠢的事情。你爸爸妈妈知道你跟他在一起吗？知道他爱赌博吗？知道，我妈劝过我，不让我跟他在一起，我一直都没有听。我实在觉得他说的都是对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听呢？因为他对我好呀。我觉得有了他什么都不顾了，那时候这样想的。所以你这么年轻，以后你自己的道路怎么样去选，你自己想。我有问题要问了，哭得如此之伤心，在他去北京那1年多，你在干嘛？我一直在广州上班。你为什么没有陪着他一起去北京？我希望我们都能冷静一下。我叫他跟我一起来北京，他就不来，他说偏要去广州。好，那你们这1年的感情是怎么保持的呢？通话啊。你是觉得说这1年他挣下了钱，就证明他没有赌博是吧？对。你怎么会有这个逻辑的呢？也许他挣得更多呢？我没想那么多。说白了就是这个女孩子还很相信你，很信赖你。我除了赌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就是说伤害。看来在北京还是赌了。没有，在北京就是斗地主，那时候就斗地主。以前那还不是赌啊？以前玩的那个东西真的是害人，现在好一点了。好，通过他的介绍，通过女朋友的哭诉啊，我觉得这个小伙子呀，虽然年龄不大，但是看这个赌博这个历史也不少不短，起码在3年当中，在由于感情的波折，在不断的在戒赌的过程当中，不断的在磨练赌技。基本上输了个倾家荡产，但是我从那个角度理解，这孩子赚钱很快，他1年当中他居然能赚了10几万，我不知道他什么手艺啊。跟施老师介绍，我学的那个是电脑雕刻，就雕刻红木家具，知道吧？红木家具黄花梨啊，对对对，哦，不得了。他是一个技工嘛，就这种蓝领其实挺棒的嘛。按理说，对，按理说他们应该好好工作。你为什么不珍惜你自己的这份工作呀？我现在已经在努力，我现在在改。哎呦，不过就像刚才嘉宾讲的那个啊，老师讲的，黄赌毒啊，这毒可以用药物强制性，这黄和赌啊，确实心里特别艰难，所以我倒建议女孩子还是慎重一点更好。不是，主要我是觉得说，他老是因为赌，都是因为我输钱。可是我老是因为你输钱吗？我老是因为你赌博，好不好？赌博还不是输钱了吗？你现在还不醒悟吗？是吗？所以你最要命的就在这儿，他没有对这个事儿的性质认识到多严重，他认为就输点钱嘛，我要能挣了，我这个不就没这个问题了？唉，那个东西不正常啊，是不是一样？那不是致富的一个诀窍。我当时就第一次赌的时候，他说我输了，然后他那个账拖几天，然后赢了，如果他把那个家具拿给我，要是你的话，我绝对不赌，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。来，涂老师，人性有的时候会达到2个至极，比如说他做男朋友是个非常细心温柔的男朋友，但同时他又是一个没有任何信用的人。我不想说赌这个字，我只想说你这个人完全没有自控能力，你没有信用，这一点是很让人讨厌。这就好比割一刀死了也就算了，你割了让它长好了，你又再去割它，这种人比那杀人放火还要恶劣。虽然你本身并不坏，你是想干，但从你今天整个言语来看，你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重要性。你刚才说的是什么？你说全国人民可以监督我，或者怎样怎样，你并没有完全认识到失信于人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就没有人会相信你，你最爱的人都不相信你，跳楼都管不住你的时候，你不就是个废物吗？虽然你很能挣钱，我们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人，很有才华，很能挣钱，
高精尖什么都来，但他失信于人，这个人就废了，因为没有人会相信。到那个时候最悲惨的就是你自己，剁腿也好，剁手也好，面对全国人民去发誓也好，那种豪言壮语一点都不值钱，因为你不是一次两次了，你3番5次，楼也跳了，都管不住你啊！你说拿你怎么办呢？那既然拿你没有办法，那就只要离开你了。可是你又偏偏表现得那么温柔，所以说人真是一个多元的复变函数，让人难以割舍的同时，又让人恨得咬牙切齿。然后我想跟女方所说的是，这个稿子上是这样写的啊，说你脾气比较耿直，然后他的父母也不喜欢你，你身边也没什么朋友，是吗？是。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完全不相信他了？没办法再相信了，我们刚订婚的钱都被他输掉了。我真的有在改啊，难道你？你别说话了，我最讨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，我真的在改，我一直在改。他反复重复这句话，我一直在改，你改了没用，改了给他干嘛嘛？还一直在改。我今天的意见非常明确，我一直不喜欢中庸的评价，我一定是有态度，不可原谅。我要的只是平平淡淡的生活，他老这样子，心里还是有是吧？还是搁不下。难道你就那么小心眼？都是因为我在赌，你都从来都没有看到我对你好的时候吗？我那么对你好的时候，你丢在哪里了？你还不如不好。我真希望你别对他好，还让他走得决绝一点。如果我再不对他好，那我真不是人了。放手吧。既劝你戒赌，也劝你放手。放不下，我放不下。这不就跟你赌是一样的吗？因为我们3年的感情，你看这像不像在赌？我的生活如果离开了一个人，我的生活就不能继续了，这不是在赌是什么？我求求他了，别再缠着我了。你要真躲他，其实他拿你也没办法。你又给他了一个机会。别再找我，我绝对能戒得掉他。哎，姑娘，这个话跟他说的一样，要不是他朋友拉他下水，他就不会再输掉这15万。他戒掉赌，你戒掉他，我们都戒。他又说我们都戒不掉，所以说嘛，特别可怕。你真爱他吗？真爱。我给你个建议，放手，你去戒。有一天如果你们缘分到，你真的戒掉了，他还在原地等待，真有缘分，你们在一起。如果他碰到了一个对他更好的男人，他的生活变得更好了，你随他的生活去。而你戒掉了赌，重新做一个新人，我觉得其实也是个挺好的结局。你想过吗？因为你现在这样会很难。我倒觉得他的走对你的戒赌是一个最大的好处。生命没有挽回，用一段你最在乎的爱情，看看能不能挽回你自己。如果这个都不挽回的话，那你真戒不掉，你的人生真的惨。自己去领悟嘛，一起